这么大一块妖王血瑞，我算过，抵你1碗面，但必须加3个蛋。婆婆说了，交易要公平。成交，老板，给他上1碗阳春面，加3个蛋。真不吃？我不饿。10文钱1碗，加蛋2文，我请你。无功不受禄，婆婆说了，出门在外不能随便欠人人情。这傻小子，嘴倒是硬得很。既然尤大人不愿欠人情，那咱们做个买卖如何？什么买卖？我告诉你，剑不能卖。我身上的金袍是司礼公物，也不能抵押。谁要你的剑和袍子？翻江妖王的尸首，在你这儿吧？是。我要的不多，切这么大一块肉给我，这顿饭我请。你要妖魔血肉？不行，不行，这可是公物，婆婆说了，是要上交给总司入库的。真香！这店家的手艺不错，用的还是猪油，那叫一个地道。那妖王身躯数10丈，少说也有几万斤重。这一路颠簸，稍微缩水那么一点点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那畜生是你杀的吗？不是。那是谁杀的？是你。既然是我杀的，那我拿一点，过分吗？这妖是他杀的，只要指甲盖那么大一块，还请我吃一顿有3个荷包蛋的面，怎么算都是我赚了。只要指甲盖那么大？就这么大。怎么突然变冷了？老板，给他上1碗阳春面，加3个蛋。好嘞。30丈长的妖尸，几万斤的肉，这一路3000里，若是能把这傻小子身上的存货都骗过来，慢点吃，不够还有。江姑娘，你是个好人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们有强强。这傻小子，于这人情世故算术交易上，简直单纯的像张白纸。空间里的妖肉已是堆成了小山，数量足够了。今晚金丹墨纹或许就能突破至8纹。毕竟是婆婆千叮咛万嘱咐的公务，这一路上虽说切了一点点出去换吃的，但想来应该无伤大雅。不是你自己要换的吗？你别看我，我告诉你，真没了，1两都没了。尤大人误会了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前方风沙大，把衣领紧一紧。多谢。只要不要肉，你说什么都对。有妖！2头点墨大妖，住手！大哥，这娘们儿骨相真漂亮，
咱们把他的手脚打断，牵回洞府当狗养吧，让他天天给咱们兄弟舔毛。当狗养，那得看他骨头软不软了。你们镇魔司不是最讲究护卫人族吗？给你个机会，爬过来，把老子爪子上的灰舔干净，舔干净，我就饶了他。你做梦！不舔，那他就死。季大人，镇魔司只有站着死的人，没有跪着生的狗。属下先走一步。畜生，哪怕是被嚼碎了，也绝不让大人受辱。杀！不知死活的东西，老子现在就废了你的修为，当着你的面把他们一个个干掉！腥风血雨！饶命啊！我们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妖魔在，半山填海，一刀斩双妖。他修的到底是个什么怪物灵印？收。江姑娘，按照规定，镇魔司斩妖除魔，尸首需上交。这个上交实在太麻烦了，还是江姑娘处理的干净利落。尤师兄，尤师兄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若是你晚来一步，我就被那两头畜生给……那个，季师妹，你先松开。婆婆说了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不松，我不松。认识。江姑娘误会了，这是家师10年前收的关门弟子季书宇。哦，原来是季姑娘。师兄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江月初，江巡长。江月初，你就是江月初，你就是江月初。
那个17岁的点墨，难怪能搬山填海。我听师姐说起过你，没想到你比传闻中还要好看。季姑娘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季师妹，婆婆说了，女子出门在外当矜持。让江姑娘见笑了。尤师兄，你此番经由河南道，可是去江南西道驰援师尊的？啊？师尊？驰援什么？我和江大人刚从江东过来，正准备回京述职啊。数月前，总司便收到江南西道的急报，那位数百年前被镇压的燃灯境老妖圣，疑似复苏了。这么大的事，为何没人告诉我？师兄，你别急，虽然那老妖圣有复苏迹象，但这次师尊亲自坐镇，调集了总司大半精锐，绝对出不了岔子。原来如此，那你为何会在此地？我这不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？如今总司精锐尽出，各地人手不足，我便主动请缨来这儿驰援一二，也算是替总司分忧。结果分忧没分着，差点成了狗妖的腹中餐，丢死人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与你一同吧。就你这两下子，再遇上大妖，还是送菜。真的？师兄你不回京了？江姑娘。江姑娘。江姑娘莫要误会，这纳元佩虽有须弥芥子之能，可存妖尸，但到底不能完全冻结光阴，仅仅是减缓腐烂罢了。那翻江妖王的尸首珍贵异常，若是拖得久了，到时候入了库，怕是不好交代。既然我要留在此地协助师妹，回京之期便要延后，不如就有劳江姑娘，待我将此物送回总司大库。哦，尤大人，就这么放心我？放心，自然放心。江姑娘的人品，这一路同行，尤某是绝对信得过的。如今这妖尸少了一大半，若是我带回去，那帮负责入库的老家伙定要问东问西，怎么解释都是个大麻烦。倒不如直接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江月初。至于为什么少了肉，那就不关我尤某人的事了。婆婆总说我傻不通世故，其实我机智的一匹呀。行，我办事你放心。这妖尸肉呢？回大人，尤大人说这一路赶路消耗颇大，便取了些血肉换取吃食。卑职觉得这都在情理之中。莫非是江姑娘已到京城？副总只会发现妖尸少了大半，迁怒于他。罢了，等日后回京，再给江姑娘赔个不是。情理之中，尤江那傻小子给他10个胆子，也不敢把公务霍霍成这样。这肉去哪儿了？那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的。行吧，既是损耗，那便不论了，就当是给你的赏赐了。多谢大人。太湖一役后续扫尾尚未结束，待到司礼功勋司核准无误，日后会与你结算。是。对了，陛下前些日子召见过你，恰逢你人不在长安，如今回来了，若是得了空，记得去宫中复命。皇帝召见，堂堂95之尊日理万机，还真有闲工夫找我聊天。既是陛下口谕，你便上点心，莫要让陛下久等。是，卑职告退。这是魏公府邸，哪怕是朝中大臣来了，也得递了帖子在此候着。哎呦，谁搞的？江大人，手下的人眼拙，这日头大晃了眼，差点没认出您来。您这是来找我家小姐的？卫青可在府上？在。小姐这2日都在府里闷着呢，
说是身子乏，谁也不见。不过若是知道您来了，指不定多高兴。看什么？看不够。我听府里的下人说，外面都在传，说镇魔司有位新银袍巡查，生得青面獠牙，身高8尺，以点墨之境，一刀就把太湖的众莲妖王给劈了。倒是没想到，竟是你呀！青面獠牙，身高8尺，怎么不说我3头6臂呢？果然，谣言害人不浅。咱们江大人明明生得这般好看，若是让那些传闲话的……行了，刚才进门时听老门房说你这2日身子乏，连门都懒得出。我看你这气色红润，倒不像是病了。是谁惹了咱们魏大小姐？告诉我，我帮你砍了她。我爹，魏公，那还是算了。若是砍了魏公，别说魏青了，怕是魏和都要从陇右杀回来。对了，我要见你父亲。娘娘，如何？已步入点墨，任职镇魔司银袍巡查，于太湖之上一刀斩了众莲境的妖王。这才多久？不到半载光阴，从一个闺阁弱女到了如今能斩种莲的银袍，看来此女必然是……族中柳婆婆在太湖见过她了。她说了什么？婆婆让属下给娘娘带句话：江巡一案包括流放那丫头，这些账族里头有数。前尘往事既往不咎，但从今往后，切记切记，万万不可再去招惹。好一个不去招惹！你是柳家的人，婆婆是柳家的老祖，你们一个个的都让哀家忍，哀家忍了半辈子。如今就因为她有点本事，族里就要我收手。当年谁不知道明妃怀了妖胎？那江月初8成是明妃所出。若是能证明她是半妖，那坐在龙椅上的那位堂堂大唐天子与妖族余孽同母所出，这江山这社稷还能容得下他吗？到时候只有哀家的景儿才是这大唐唯一的正统。你告诉哀家不招惹，你们不是要保大唐吗？不是要保柳家吗？让一个妖孽窃据神器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为了大唐。娘娘，您魔怔了。婆婆说了，此事她亲自确认过。确认过？哪怕她能瞒过镇魔总司的宝具，但在婆婆的天眼神术之下，可以肯定，江月初是人。江月初是人，纯纯正正的人族血脉，体内没有半点妖气。江月初不是妖魔子嗣。是人？怎么会是人呢？若他是人，那我这20年的隐忍算计，将他发配龙月的谋划，岂不都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？柳家乃是千年世家，与国同修。对于我柳氏而言，谁坐那个位置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大唐不能乱，人族的气运不能断。江月初这样的绝世天骄是人族的未来，也是柳家愿意结善缘的对象。若是因为您的执念，非要去赌那个万一，柳家不缺王爷，亦是不缺太后。陛下，江月初回京了。回来了。回来。听说此女在太湖一役，竟是在2位关山境金袍巡查的眼皮子底下，抢先斩杀了种莲妖王。17岁，斩种莲。朕若是没记错，当初太祖在他这般年纪，也不过如此吧。陛下。
这身子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。陛下乃是真龙天子，自有上天庇佑，只需安心调养。行了，这种红鬼的话，留着去骗外面的人吧。晚辈江月初见过魏公。喝茶吗？不可。既然叫我一声魏公，那有些场面话我也就省了。你此次这般急着要见老夫，想必是为了你父亲江训的案子而来，是吧？正是。家父身陷囹圄已久，身为女儿，心中难安，还望魏公解惑。丫头，你如今也是官绅，这大唐的律法你应该清楚。若是被御史台言官掺上一本，你刚穿上身的银袍，怕是也要受牵连。但实不相瞒，数十年前，老夫与你父亲江勋曾同窗10载，抵足而眠。虽后来入了官场，政见偶有不合，渐行渐远，但故人之情，老夫从未敢忘。再者，我家那个不成器的丫头，自从弄幼回来，经常提及你的名字。老夫看得出来，她是真心把你当知己。于公，老夫本不该见你，更不该同你说半个字，但于私，无论是看在你父亲当年的情分上，还是看在青儿的面子上，你想问什么便问吧。多谢魏公。敢问魏公，家父究竟身犯何等罪名？勾结妖魔。勾结妖魔？在记忆里，我爹就是个古板守旧、只爱侍弄花草和读书的酸腐文人。就他这样去勾结妖魔，他到底图啥啊？老夫当初看到卷宗时，也与你一般的想法。敢问魏公，是何妖魔？你先坐下吧，站着不腰疼吗？16年前，上元夜，万家灯火，长安城内却妖气冲天。那一夜，大妖不知通过何种手段，竟是避开了镇魔苏的监察，混入了皇城大内。不对，长安乃是天下龙气汇聚之地，寻常妖魔莫说是混进去，便是靠近，一身实力也会被国运压制的死死的。唉，这也是此案当初最大的疑点。长安有国运镇压，便是妖圣亲至，修为也会被削去一半。可那一夜，禁军死伤过半，宫女太监更是死伤无数，甚至连当时的明妃娘娘也惨死于那场祸乱之中。不仅如此，混乱之中，明妃娘娘刚诞下不久的一位公主，亦是下落不明。所以，这与家父何干？原本这桩旧案早已被尘封，可就在半年前，有人一纸诉状，检举礼部侍郎江勋便是当年那场祸乱的罪魁祸首之一，勾结妖魔，乱我宫闱。那检举之人，乃是当年宫中的一名老更夫，本已告老还乡，却突然回京。他说亲眼看到你父亲江训神色慌张地匆匆从宫中侧门离去，而且正是从明妃娘娘寝宫的方向而出。仅凭一个老更夫，16年前的旧事又是黑灯瞎火的，仅凭一人之言，未免太儿戏了些。若只是人证，尚可推脱，但物证却是铁一般的存在。物证？半年前，大理寺奉旨查抄江府，在你父亲的书房暗格中搜出了一枚玉佩，通体青碧，内蕴血丝，雕工乃是以失传的透雕奏法，内里的龙纹随着光线流转，仿佛活物，其名为青鸟龙纹佩。青鸟龙纹佩，没听说过。你不知道也不足为奇。此物乃是当年明妃娘娘入宫之前的贴身之物，据说是其母族传承下来的至宝，
世间独此一枚，绝无仿造的可能。当年明妃惨死，玉佩下落不明，没想到倒是在你父亲书房中被翻了出来。我去，明妃入宫前的贴身至宝，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礼部侍郎的书房里？这便宜老爹，该不会胆子这么大，真给皇帝戴了顶绿帽子吧？不对，若是仅仅与妃子私通，为何又要勾结妖魔？完全可以趁乱私奔啊！何至于让妖魔入宫，还害死了明妃？除非那一夜他入宫并非为了私情。更让老夫没法子的是，自打入了狱，无论老夫怎么审怎么问，你父亲江训是一个字都不肯说。人证物证俱在，他又拒不开口。老夫能做的，也只能是顶着莫大的压力，借口疑点重重，先这么硬拖着。但也拖不了太久了。魏公今日之言，晚辈铭记于心。这案子，还请魏公再拖上一段时日。你且安心在司里办差，牢里的事，老夫会帮你盯着。若是你父亲松了口，老夫自会想办法传信于你。多谢魏公。江南西道那边是个什么光景了？回陛下，那头妖圣封印之地动静越来越大，已有数县遭灾。不过总司反应快，精锐已尽数撒出，想来应当翻不起太大的浪花。哼，最好是翻不出。对了，那江勋的案子，如今是个什么章程？陛下息怒，非是奴才知情不报，实在是魏大人那边。据手下人报，从一开始，魏大人便将好些线索都给压下来了。哦，魏文达顶着这么大的压力也要拖，想必这案子定然有几分蹊跷。江巡虽没什么大本事，但他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，就是生了个好女儿。这般良才美玉，朕若是寒了他的心，倒是显得朕没有容人之量。传朕口谕，转道去大理寺诏狱。如何？回大人，还是老样子，饭吃了，书也看了，可就是一个字都不肯吐。大人，恕卑职直言，这里是诏狱，这般好吃好喝供着，光靠一张嘴问，能问出个什么来？若是上面催得紧了……行了，老夫心里有数，退下吧。是。江兄啊，江兄，你这又是何苦？妖魔乱宫闱，明妃惨死，公主遗失。偏偏那一夜你出现在明妃寝宫外，偏偏书房里藏着青鸟龙纹佩，再加上如今月初那丫头展现出的恐怖天赋，所有的线索串联在一起，或许那丫头还真是那位遗失的公主。可若是这样，你为何不肯开口？只要说出真相，证明那丫头的身世，为了皇家颜面和遗失的龙种，陛下绝不会治罪，甚至这是泼天的富贵。难不成早年间的那个传闻是真的？若是那个传闻是真的，一切便都解释得通了。大人，何事惊慌？陛下，陛下亲旨，如今已经进了诏狱大门了。陛下，小心台阶！快，去魏府，现在，立刻！我在宫中伺候了大半辈子，从没见这位主子如此失态过。方才在里面，魏大人究竟说了什么？难不成天塌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是。陛下，并非老臣有意欺瞒，实在是江巡身上的事太过惊世骇俗。
17岁，时间对得上。太湖斩龙身负大机缘，这等精彩绝艳，仿佛天授般的武道天赋。若非皇家龙种，若非承载了大唐国运，寻常凡夫俗子如何能做到？国运，江月初，月初为月。若是真的，若是那江月初真的是当年遗失的妹妹，快点儿，给朕再快点儿！江巡查，臣在。随朕入宫，朕有些话想单独与你讲。今日这皇帝举止格外鬼怪，进门后便处处反常，单独邀我入宫里，此事并不简单。莫非此人心存不正企图？皇帝眼神清明，并非鲁莽行事之人，或许确实有要事相商。臣遵旨。好，好。摆驾回宫。陛下素来不近女色，今日举动太过反常，此事传开，后果难料。陛下，马车颠簸，奴才愿出去代为驾车。回来。陛下，这般盯着臣看，可是臣脸上有花？朕只是觉得江巡查这眉眼生得极好，像极了朕的一位故人。这货私底下竟如此油腻，这搭讪的套路也太老土了吧！陛下谬赞，天下之大，相貌相似者何其多，或许只是巧合。若是这皇帝真敢扑上来，管他是不是95至尊，先打了再说。江爱卿啊，臣在。你可还记得小时候的事？小时候？对，就是很小的时候。比如说，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画面，或者是记得什么人？陛下，谁能记得1岁之前的事？那做梦呢？有没有做过什么奇怪的梦？比如梦见宫里的场景？回陛下，臣自幼在江府长大，并未做过什么奇怪的梦。陛下这一连串的问题，这哪里是看上了人家姑娘？这怎么听怎么像是寻亲？朕不跟你兜圈子了。16年前，上元夜，妖乱宫闱，明妃惨死，朕的那位皇妹尚在襁褓之中，便不知所踪。而那一夜，你爹江训出现在明妃寝宫之外，紧接着，江府便多了一个名为江月初的女婴，17岁，时间对得上。更重要的是，天赋。魏文达查过你。你在江府之时根本没有练过武，可如今17岁点墨，太湖斩种莲，更有那如神助般的武学进程。哪怕是太祖转世，也不过如此。若非天家血脉，若非这大唐国运加深，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老子有挂呀！陛下的意思是，臣便是那位遗失的公主。是，朕几乎可以肯定，你便是朕的皇妹。陛下，这未免太过巧合了。且若臣真是公主，江勋为何不说？哪怕是进了诏狱，受了那么多苦，他从未吐露过半个字。这也是朕想不通的地方。但不管他为何不说，朕都要弄个清楚。今夜带你入宫，便是为了此事。太庙之中有太祖留下的灵璧，是与不是，一验便知。孙儿，见过皇高祖。见过前辈。
丫头，又见面了。这才多久功夫，便银袍加身，甚至还斩了一尊众莲妖王。当初在武庙，老夫便说你了不得，如今看来还是说轻了。前辈谬赞，不过是运气好些罢了。行了，既然带他来了此处，想必你是已经有了决断。是，朕想求一个真相。此乃灵璧，乃太祖当年立国时所留，连通着我李家的大唐龙脉。每一次开启，皆需消耗皇高祖的寿元。若非有90%把握，朕绝不敢惊动高祖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这老头看着一副行将就木的模样，原来搁这儿被当作充电宝使呢。丫头，不必有什么负担。以你的天资，若真是我李家血脉，哪怕是折寿10年，也是值得的。既然有好处拿，又没风险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再矫情就显得不识好歹了。怎么做？滴一滴血进去，一旦确认是我李家血脉，这灵璧中积攒了数百年的大唐龙气便会倾泻而出，为你洗精伐髓。寻常武夫苦修数10载，也求不来这一丝龙气入体。难怪开启一次要消耗这老头的寿元，原来有这等实打实的好处。退后！这是九龙齐出。9为数之极，9龙齐出，乃是太祖当年的气象。此乃天命所归，万世之基。哼，既然是送上门的好处，哪有往外推的道理？给老子吞！入种莲，破而后立，向死而生，碎丹！高祖，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子？无妨，倒是没想到，这丫头竟在这时候碎丹成莲。碎丹成莲，点墨入种莲，乃是武夫的鬼门关。谁不是战战兢兢备下无数丹药才敢尝试？他竟借着狂暴的龙气，强行破境。给我停！碎丹沉渊化前晖，一点灵光映翠微。昔日墨池腾云雾，今朝莲开化玉髓。真气液化，点墨镜真气如雾如烟，种莲镜则是将气态真气提纯压缩成液态真元，这就是为何种莲能轻易碾压点墨的原因。种莲分9品，花开见真章，如今只是含苞待放，
便是初入重帘。待到日后九半旗开，莲台显现之时，便是道帘大开，窥见关山风景之日。这就是种莲吗？若是现在的我再遇到太湖那头大妖，根本无需费力算计，也无需燃烧数千年道行，仅凭肉身，便能将他生生锤爆。好丫头，借龙气碎丹，这般魄力，这般手段，灵璧九龙，非嫡系血脉不可引；龙气贯体，非天家骨肉不可成。既然灵璧已有感应，那你便是朕的亲妹妹，是我大唐的长公主。将寻一案，朕明日早朝便会下旨彻查，谁敢动朕的妹妹，便是与朕为敌，与这大唐国运为敌。至于那些在背后搞鬼的魑魅魍魉，朕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多谢皇兄。好，顾月，这些年你在外头，以后日子还长着，急什么？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。况且这丫头刚借龙气碎丹成莲，正是稳固境界的关键时刻。你要拉着她叙旧，是要毁了她这一身刚刚得来的造化不成？来人，来人，去把金玉宫收拾出来，所有的陈设都要换成新的。若是有一点灰尘，朕砍了你们的脑袋！金玉宫历来是长公主居住，难不成那位江巡查？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哎呀，是，奴才这就去。来人呐，都给咱家起来！快，把那床云丝锦被拿出来！对，就是江南进贡的那床。地龙烧热了吗？若是冻着了贵人，咱家剥了你们的皮！姐姐，这是出什么大事了？这阵仗，莫不是陛下要纳妃了？嘘，别瞎猜。我方才听干爹说了，不是纳妃。听说是长公主回来了。不得不说，这宫里的日子确实令人堕落。16年的苦难一朝散尽，换作常人，怕是早已沉溺在这泼天富贵中。但我不能把身家性命寄托在别人的恩宠之上，着实愚蠢。宿主江月初，境界重莲出境，道行0年。得出门了，唉，如今狐妖虽然空闲，但每日还需要为其他几个提供道行，再加上最近没进账，道行消耗一空也在意料之中。若是再不赶紧赚些道行，连这几头畜生的日常维持都成了问题。推演一旦中断，之前的投入就打水漂了。反正如今长安城内风波已平，江勋的案子也再无阻碍，这2日便出发回陇右杀妖。你说什么？小姐，外面都传疯了，说是江大人，不是昭月长公主，昨夜已经在金玉宫住下了。今日早朝，陛下更是当众册封，还要给江勋翻案呢。昨晚看着月初被皇帝带走，我还担心了一宿，正想着怎么求老爹去把人捞出来，结果一觉醒来，好闺蜜变公主了，而且还是长公主。完了，我竟然掐了长公主的脸，这可是大不敬啊，会不会被砍头啊？小姐，您和公主殿下关系那么好，殿下怎么会怪罪您呢？这是好事啊。好事吗？什么？那丫头是长公主？赵大人，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！陛下口谕，
昭月长公主虽认祖归宗，但依旧保留镇魔司的职位，甚至日后还要多多仰仗赵大人赵福呢。我总算明白为何这丫头的天赋如此妖孽了，感情是龙种啊！公公说笑了，如今她是昭月长公主，又是点墨圆满，老夫哪里敢说赵福？赵指挥使有所不知，殿下如今已步入种连。不是，我儿呢？17岁种连，李家血脉真有如此妖孽？17岁的仲连又是皇室嫡血，这大唐天下还有谁敢不给他面子？哪怕是老夫，怕是日后见了，也得行礼叫一声殿下了。来了，见过赵大人。好，殿呀，江巡查，今日唤你过来，乃是有一件好事。大人请讲。当初你在陇右之时，总司便曾提议让你暂代陇右都司指挥使一职。其实司里头反对的声音不小，毕竟那时候你才是个刚入司的新人，难以服众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17岁的银袍巡查，太湖之上一刀斩杀种连妖王，如今更是，既然你已有斩杀种连的实力，那这暂代二字也是时候去掉了。大人，我如今已是银袍巡查，若是做了陇右指挥使，那我这银袍还要不要了？谁告诉你这两者不可兼得？巡查使是衔，指挥使是职，这两者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。即便如此，若我去了陇右，难道不需要日日坐堂？若是哪里出了妖魔，我恰好不在。哼，那我的道行可怎么办？你当下面的人都是死的？指挥使要的是你指挥，是让你镇场子的。若事事亲力亲为，朝廷养那么多人干什么吃的？你只需要做2件事：第一，只要你的名头在，陇右的妖魔就不敢放肆，世家宗门不敢阳奉阴违；第二，若是出了连下面人都处理不了的硬茬子，才需要你出手。我听明白了，只要把陇右管好，我并不用一直待在那里，既享受了一道指挥使的资源供奉，又保留了巡查使的自由之身，简直赚麻了。大人，陇右大多地界虽是鸟不拉屎，可毕竟比邻妖庭，若是妖庭大举来犯，妖庭那便更无需你操心了。陇右还有那位在，只要他还活着一日，哪怕是关山大妖，亦不敢越过雷池半步。陇右还有这号人物，怎么没听为何提起过？这事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？既然大人这般抬爱，那卑职便却之不恭了。尽快回陇右一趟，总司会派人传信于陇右都司。至于其他东西，临走前再来找老夫领。是。这16年，苦了你了。江勋的案子朕已经这些年功力冷清，但这深宫的安逸只会消磨我的刀锋。咦？系统里还有几头大妖等着张嘴要饭呢，不杀妖哪来的道行？皇兄，我要离开长安。这才刚回来1晚上，怎么就要走？去哪里？陇右，太庙龙气贯体让我踏入种连，但这远远不够。武道修行如逆水行舟，若是一直待在深宫享受荣华，被皇兄护在羽翼之下，到时候别说斩妖除魔，怕是连自保都难。况且赵大人已将陇右都司指挥使的印信交给了我，我总不能一直在京城混吃等死吧？你倒是会拿大道理来压朕。既然你意已决，那皇兄不拦你。
江巡从阶下囚摇身一变，成了太子太保。按理说临行前该去见一面的，罢了。案子翻了，清白还了，官职升了，甚至保了江家百年无忧。这养育之恩也算报了大半。下次吧。走。这畜生真是硬，这畜生皮粗肉厚，怕是已有名古后劲。攻他腋下！攻个屁！这畜生防得滴水不漏，王小二那几个废物又躲在后面装死，咱们3个今天怕是要交代在这儿。都给我顶住！我已经派人求援，援兵马上就到。等援兵到了，咱们哥几个早就变成这畜生的份了。这是真巧，好久不见。江大人，卑职参见江大人。江大人神威盖世，这手当真是惊天地泣鬼神。还能动吗？死不了。皇帝老哥临走前非要塞给我极品金创药，便宜你们几个了。敷一敷吧。这太贵重了，而且怕是有点痛哦。不痛，点儿都不痛。司徒吕，你轻点儿！大人，是从长安回来的。方才那动静，大人如今的修为，怕是早已非我等能想象了。给你们留的东西，可吃完了？早没了，这和尚嘴馋，大半都进他肚子里了。出家人不打诳语，陈施主莫要含血喷人。贫僧只是喝了点酒，那肉可都是你和刘施主分的。那个江大人，您看这妖物已除，要不咱们先回凉州府，卑职做东，请大人去福运楼为您接风洗尘。不必了。我先走一步，日后有机会，我再找你们喝酒。驾！你们说，大人此次去长安，可是已经求得了灵印？大人既然去了，以他的天资，求得一枚灵印，想来并非难事。这么说，咱们这位江大人，如今已经是点墨境了。17岁的点墨境，放眼整个大唐，怕是也找不出第2个了吧？真他娘的冷！不过说来也奇怪，往年这时候咱们兄弟几个怕是早就忙得脚不沾地了，哪像今年，这一连数个月，竟是连头像样的大妖都没听说。没大妖还不好，也就是你小子刚入行没几年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咱们这一行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活，能闲着那是祖师爷保佑。头儿，我这不是觉得奇怪吗？往年一入冬，那些个山里的畜生没了吃食，
都要往人堆里钻。今年怎么一个个都成了缩头乌龟？这你就不懂了，畜生也是怕死的。咱们那位江郎将前些日子那是杀疯了，先在玉门关外宰了平天真君，后又在黑河独斩成丹蛟龙，听说还宰了头成丹树妖，这凶名早就传遍了陇右。这帮畜生虽然没人性，但消息灵通着呢，知道咱们陇右都司出了个不好惹的人，这时候谁敢冒头？那不是老寿星吃砒霜，嫌命长吗？也是，我要是妖魔我也害怕。不过我倒是有些日子没见他来都司了，不知他现在……江大人，是江大人回来了！全黑官袍，赤纹如血，最要命的是那右肩之上，郎将以上的服饰，最多也只是在肩上用金线绣纹神兽。可眼前的少女，巨将鼓响了！快！巨将鼓响，三头不到者斩！任命江月初为陇右道镇魔都司指挥使，统领陇右一切镇魔事宜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可当这白纸黑字真切地摆在眼前时，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这丫头，这丫头怎么还是这般模样？下官为何见过指挥使大人？卑职等参见指挥使大人。卑职等参见指挥使大人。免礼，本官虽受皇命执掌陇右都司，然我年岁尚浅，且一心向武，对于这暗着劳形之事，既不擅长，也无兴趣。魏将军，卑职在。你在陇越多年，兢兢业业，劳苦功高，这都司上下的规矩，你比我懂。所以即日起，都司内一切军政要务、人事调动、粮草辎重，一切照旧。无论大小事宜，皆由魏将军先行夺，无需事事向我请示。啊！放权！新官上任刚坐热屁股，就把权柄推回去了。大人，这与理不合。您是指挥使，卑职不过是……魏将军，你知道我的性子，我这人懒，也怕麻烦。让我去杀人，去斩妖，哪怕关山镜来了，我也敢提刀去砍上一个。可若是让我天天坐在这大堂之上，那还不如杀了我。卑职领命，必不负大人重托，不负陇邑百姓。谨遵大人军旨。这就对了嘛，有为何这个免费劳动力在，我只需要负责镇场子、刷道行，何乐而不为？行了，既然事情都定下了，那便都散了吧，各司其职，该干嘛干嘛去。若是遇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硬茬子，或者是哪里的妖魔又不安分了，再来找我。这就是所谓的衣锦还乡。这才多久，怎么还生出了一股物是人非的萧索感？既然来了，便进来吧。卑职为何参见长公主殿下？魏将军，这也没有外人。礼不可废。总司的文书中再三叮嘱，您如今身份尊贵，乃是金枝玉叶，万不可有丝毫怠慢。在这陇右都司，没有什么昭月公主，只有指挥使江月初。若是魏将军觉得不妥，那还是喊我江大人便是。是，那卑职便斗胆，还是称呼大人。那个大人此番去长安，可曾去见过那丫头？见过了。那丫头在京城可好？挺好的，能吃能睡，看着比在凉州时还胖了一圈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大人，其实卑职此番前来，还有一物需转交给您。何物？
哪儿来的？3个月前，当初西域妖庭来了一尊妖王，替我将此物转交给那女娃娃。不是，这是什么终极狗王啊？那个时候我好像才成丹吧？据那妖王所言，黑河那头白蛟乃是蛟龙一族的嫡系血脉，这事儿在妖庭闹得很大。白蛟一族性情高傲，且极为护短，死了嫡系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那卯日妖王虽然走了，但听他的意思，白蛟一族怕是已经盯上你了。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蛟龙一族底蕴深厚，若是真有族中大妖亲自来大唐，道衡3357年。奋斗了这么久，终于能加点了。如今，仅仅有黑白2蛟还未加点过，但光收录黑蛟，便已经消耗了近4000年的道行。想要更进一步，怕是不够。那么，现在只有白蛟这一选项。灌注白蛟，蛟续。第1年，你出生在极西之地的妖庭，生来便是白蛟一族的公主。第20年，你观山境的妖尊父王常常把你放在头顶，巡视浩瀚的大海。他告诉你，蛟龙一族分5脉，白蛟细尾善遇水，黑蛟恶灵主杀伐，青蛟铁脊力无穷，赤蛟火金土烈焰，黄蛟独角通土石。第100年，你不满于只是变幻云雨，你开始偷偷练习杀伐之术。第300年，妖庭之中，为了争夺资源，各族摩擦不断。白蛟一族因为太过安逸，屡屡吃亏。你发誓要成为真龙，重振白蛟一脉的荣光。第600年，你的修为卡在了瓶颈，父王让你在族中闭关，你却不顾父王反对，毅然踏入了大唐境内。第618年，一个老得掉牙的白猿找到了你，他自称来自妖庭，帮助你凝聚龙珠。第621年，龙珠刚有一丝雏形，大唐皇帝便御驾亲征，铁骑踏破妖庭。听说连你那不可一世的父王都在那一战中受了重伤。第630年，你开始暗中抓捕落单的人族，研究那门禁术。第644年，你终于摸透了此术的关窍，找到了黑鳞水怪，将秘术传授于他，让其去寻觅人族女子，施展此术，借人族先天之气孕育妖胎。你开始期待这般生下来的东西究竟是人还是妖。消耗3100年道行，白蛟蛟许进度已达染珠，获得妖物馈赠5品阶，化龙精残1圆满。化龙精残1，取蛟龙蜕变之意，炼血化气，强助肉身，修至大成，可身化真龙，获得真龙种种神通。借腹生子，这竟是妖族为了针对人族琢磨出来的邪门手段。不过妖皇子嗣遗留在长安，长安城乃大唐龙脉所在，寻常妖魔进去便要被压制修为，能藏得住？除非与16年前明妃一案中现身的大妖有关。想那么多有个屁用，我本来就不擅长动脑子，管他什么妖皇鬼皇，若是真敢冒头，到时候一刀剁了便是。残卷，蛟龙分5脉，如今给了残卷1，莫不是要集齐5脉蛟龙，才能拼凑出一部完整的真龙宝典，能化作传说中的真龙，苛刻点倒也说得过去。触手温润，似玉非玉，似骨非骨。龙角，无中生有，凭空流水吗？好强的肉身！发动化龙经之后，哪怕不动用丝毫真气，光凭着气血之力，也能将寻常种莲大妖彻底压制。
若是再加上种种神通，实在想不出来，铜镜之内谁能破得了我的防？大王，再喝一杯吗？喝，接着喝。这世道，活着便是最大的修行，什么阵型妖族都是狗屁，唯有这杯中酒，怀中人才是实实在在的。哟，卯日老弟这日子过得可是比咱们滋润多了。焦厉、焦玄，白蛟一族的2个煞星，尤其是焦厉，1000年前硬生生把西域边陲的一个小国吃到绝户。不知2位妖王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哼，废话少说，消息那丫头死了，这事儿你知道。妖皇陛下既然吩咐你去陇右，如今过了这么久，为何不见你提着凶手的人头回去复命？二位有所不知啊，本王确实是去了陇右，也查到了那凶手，只是什么？莫非那凶手有什么3头6臂，连你这堂堂种莲妖王都拿不下？3头6臂倒是没有，但那凶手是个硬茬子，是个只有17、18岁的人族丫头。17、18岁，你是在戏耍本王吗？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，能杀了拥有成丹修为的焦急，甚至还能把你这妖王吓回来。你这几千年的岁月，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？哎，厉兄稍安勿躁。老弟既然这么说，想必是有原因的。说说看，那丫头有何特殊之处？二位有所不知，那丫头虽然年纪轻轻，但一身修为诡异莫测，而且她背后有人，那一日，本王本欲出手将其擒拿，谁知一位人族老道凭空出现。那老道气息深不可测，只是一眼便让本王神魂震颤，甚至连动手的勇气都没有。本王当时就想，若是死战，本王倒也不惧，顶多就是2败俱伤。但咱们妖庭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本王这条命还要留着为陛下效力，岂能折损在这种地方？于是本王当机立断，为了保存实力，这才选择了撤退。老道士，而且那老道还让我给2位带句话。哦，什么话？他说，若是不想让白蛟一族绝种，就老实待在西域这泥坑里玩泥巴。若是敢吐入大唐半步，我便亲自来妖庭抽了那条老泥鳅的龙筋。放肆！区人族，竟敢辱我族尊严！既然那丫头这么厉害，本王倒要亲自去会会她。罢了，若是凶手真是个小丫头，我们2妖1妖拖延，1妖斩首，足够了。告辞。哼，蠢货，最好是都死在那儿。这震动的频率，显然不是寻常小妖过境，100里之内有大祸。哼，魏将军，卑职在。我出去一趟，司里的事你看着办便是。捞着没？没呢，这井太深了，够不着。那你再往下一点。俺爹说让俺平日里当心些，千万不能让俺家绝后了。绝后是啥意思？就是俺死了呗。这就是陇右，果然是贫瘠之地，连这血石都看着这般干瘪，没什么嚼头。莫要挑剔，
咱们一路疾驰，负重空空，先垫垫肚子便是。也是。快跑！跑！在本王面前，你们这些两脚羊还想跑？大仙饶命！大仙饶命啊！是你杀了娇鹫。白蛟一族。找死！区区一个人族丫头，见了2尊妖王不跪地求饶也就罢了，竟还敢主动出刀！还不走，等着被吃吗？快跑！师傅，没米了，真的没米了。昨儿个您非要喝酒，把买米的钱都换了那2两猫尿，今儿咱们吃什么？嚷嚷什么？肚子饿那是你心不静，静下来自然就不饿了。那您别偷吃我藏的烤红薯啊！昨晚我明明藏在神像后面的，清早起来就剩个皮了。水。修道之人的事儿怎么能叫偷呢？我还以为那是祖师爷显灵。反正我是饿不动了，您要是再不想办法，徒儿明儿个就下山去了。听说山下那刘寡妇家在招长工。嘿，你个小兔崽子！怎么了，师傅？您别吓我，我不去了还不成吗？好重的妖气！上次那只小鸡崽来，被我一番敲打，应当是知道厉害了。本以为妖庭会消停一阵子，谁曾想竟然变本加厉，直接派了2头种莲境妖王入关。这是把我的话当成耳旁风，还是觉得这大唐无人，真就任由他们来去自如？师傅，好好在观里看着，为师去就回。师傅，您要去哪儿？下山。斩妖！既然来了，那就
别回去了。难怪焦旭会折在你手里，这般年纪竟是步入种莲，又有这般力道，这般体魄，便是放在我妖族之中，也称得上是妖孽了。眼下的2头蛟龙，实力和血脉都要比太湖那头种莲大妖强性不少。不过，既然来了，那便只有死人或是死妖。方才不过是试探罢了，并未动用全力。眼下摸清了这丫头的路数。白虎更金刀，去！动手！去！这丫头不仅肉身强横，刀法凌厉，竟还能操控土形，莫不是其灵印与土石有关？不好！这是真龙之象。放肆！伤我主！找死！给我跪下！给我跪下！专修肉身的种莲妖王，如今竟是不敌一个小小人族，这究竟是什么怪物？
没有抛下同伴逃走，倒还讲几分仁义。没办法了，没办法了，刺回龙珠也得活下去。不过，终究是吃人的畜生罢了。还是去死吧！击杀众连境白蛟，获得道行9847年；击杀众连出境白蛟，获得道行7652年。不愧是种连大妖，这身价当真是丰厚的令人啧舌。如今仅仅2头妖物，便一口气贡献了近18000年的道行，简直是一夜暴富。有了这笔巨款，莫说是将白蛟推演至天成，哪怕是那头黑蛟，似乎也可以提上日程。方才那一战，换作平日，我出刀向来只求杀敌，力求简洁高效，绝不会多出一拳。可开启化龙经后，那种想要撕碎一切的破坏欲，甚至享受到指尖刺破鳞片时的快意，这副作用不可小觑。若是长期沉溺于这种快感，会不会终有一日被吞噬了理智？罢了，力量本身并无对错，端看握在谁的手里。若是连这点自信都没有，还谈什么斩妖除魔、登临巅峰？寻常武者在众连境想要开出一半，往往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功夫。可如今仅仅是吞噬了2头妖王，便让我连跨2个小境界。果然，还是得靠努力与汗水。有些遗憾，这一次并未触发那极低概率的掠夺效果。不过倒也并不失望，毕竟万妖吞天血石功进阶版的掠夺概率本就感人。做人不能太贪。面对种连境的大妖，这些人来了不过是多送几条性命罢了。这道理我懂，在镇魔司混迹了大半辈子的为何更懂？可他还是来了，带着整个凉州都司的家底，义无反顾地冲进了这片必死之地。只因镇魔司内从来就没有让主将独自一人去赴死的道理，又怎能将一道之安危全托付一个少女身？你们来的正好。这2具尸体头上的皮肉虽烂了，但其余都还算完整，莫要浪费了，带回去吧。这可是种连境啊！我都已经做好了全军覆没，拼死也要护送大人突围的准备。你一个人斩了2头种连妖王。魏将军，在，卑职在。愣着干什么？是，快！指挥使发话，你们听不到吗？
赶紧干活。是。焦丽那厮肉身之强厚，铜镜难逢对手，哪怕是我关山之境，也不敢以肉身与之硬碰。无量那个天尊，竟是被这丫头按在地上暴踹。17岁的仲莲，还是这般蛮不讲理的仲莲，这就是李家的种，这就是大唐的气运。罢了，往后怕是不用贫道操心了。是镇魔司的大人们回来了。咱记得方才那会儿才听见出城的动静，说是城外出了不得了的大妖，咋这么快就撤回来了？莫不是没打过？若是连镇魔司都吃了败仗，那咱们凉州岂不是要完了？呸呸呸！乌鸦嘴！若是败了，哪还能走得这般整齐？大人，这2具种连妖王的尸体，咱们该怎么处理？怎么处理？以前怎么处理，现在便怎么处理呗。大人，那可是种连境的妖王啊！莫说龙鳞，就是那龙皮，咱们的刀斧也割不开呀。而且，这般贵重的材料，若是处理不好，那就是暴殄天物。放眼大唐，只有长安总司能料理。可凉州距长安何止千里，路上若有大妖闻着味儿来劫道，放眼整个龙幽，也就指挥使大人能护送。可借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让堂堂长公主去押镖啊！既然咱们处理不了，那你这就修书一封，让他们长安派人来接。卑职这就去写折子，800里加急，送往京师。舒坦。24000多年，暴富是10级暴富，从来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。既然化龙经残卷已开，那就给我灌注。消耗5421年道行，白蛟蛟许进度已达，点睛。成功获得妖物馈赠，神通控水渗楼息，以自身气机为引，强行将敌人拖入渗楼水界，界内与世隔绝，无法逃脱，唯有一方身死，方可破界而出。强制单挑，不死不休的领域展开。若是被多位敌人围攻，完全可以拆分成多个1v1，而且也彻底杜绝了对方打不过就跑的结果。这神通倒是很合我的胃口。还剩19000多年，那就索性一鼓作气，推至顶峰，继续。消耗9200年道行，白蛟蛟许进度已达，天成解锁灵印，天妖演武，化龙经残1圆满进阶为化龙经残1无上。百妖谱化作灵印，增幅各有千秋。虎山神加刀法，黑山雄君加力量，青面龙君加速度。这白蛟自然是遇水了。
但这西北苦寒之地极度缺水，在不发动化龙经的前提下，这神通莫非是个摆设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试试全力催动。起！这哪是遇水，这简直是凭空造海啊！只要真元不绝，这水就永不干涸。似乎水淹凉州城也不是一句空话。等等，我好像闯祸了，我的房子！大王，大王，不好了！如何？可是有了焦烈、焦玄那两个家伙的消息？白蛟一族的2位妖王死了。瓦特，小的亲眼所见，2位焦大王的妖尸被铁索拖着游街示众。那老道士虽是半步燃灯，但寿元将近，2头正值壮年的种莲妖王，就算打不过，真要跑怎么可能1头都跑不掉？除非除了那老道坐镇弄幽，大唐还有其他绝顶高手。不行，这里不能待了。大王有何吩咐？可是要点齐兵马，杀向凉州，为2位妖王报仇雪恨。报个屁的仇！那2个蠢货死了，白蛟一族肯定会发疯。到时候要是查起来，还有大唐那边，万一杀得兴起，顺手来边界遛个弯，继续待在这西域边陲，那是老鼠钻风箱，2头受气。大王，咱们这是要逃跑？本王离家4000载，岁月悠悠，甚是想念族中父老。金鸡岭的日出，梧桐树下的清风。本王决定了，即刻启程，率领部众回族中探亲。这一去，怕是要住上一段时日了。这就是活了6000年的大妖吗？这见风使舵的本事，当真是让我这等鼠辈都自愧不如。大王英明，大王人心感天动地，小的这就去传令。哟，这不是焦老太爷吗？今日怎么有空屈尊降贵到我这小鸡雷山来了？莫不是海里待腻了，想来本王这儿换换口味？小圣王折煞老朽了，老朽此番前来是奉了妖皇陛下的口谕。哼，那病秧子还能传什么口谕？莫不是快死了，想让本王去万妖殿给他送终？小圣王慎言，陛下说了，我白蛟一族2尊种莲境妖王折在了大唐凉州。死得好，死得好啊！本王早就说过，你们那几条长蛇除了在水里扑腾还能干嘛？真遇上硬茬子，那就是给人送菜的命。小圣王教训的是，我族妖王死不足惜，可那人族狂徒杀完之后，更是放言说，妖庭无妖，尽是土鸡瓦狗，还说便是那小鸡雷山的小圣王去了，也不过是只拔了毛的野鸡，炖汤都嫌肉酸。放肆！区2脚瑶，安敢辱我！放肆！区2脚瑶，安敢辱我！妖皇陛下还说，他如今大限将至，若是小圣王能去凉州斩了那狂徒，扬我妖庭国威，这万妖之主的位置，他便退位让贤，拱手相送。焦老太爷，你莫不是在拿本王寻开心？那病秧子把皇位看得比命重，
岂会拱手让人？老朽乃是传妖皇口谕，句句属实。放眼妖庭，除了您金翅大鹏的尊贵血脉，还有谁配坐这皇位？这老泥鳅的话，顶多信3分。那大唐丫头背后必有门道，多半是那病秧子想借刀杀人。不过，名正言顺的妖皇大位，值得一搏。本王身负金翅大鹏血脉，双翅一闪9万里，天下谁能留得住本王？好，既然那病秧子有这般诚意，本王若是再推辞，倒显得小家子气了。小的们，在！将本王的方天画杆戟抬来，再备上一桌好酒好菜。待本王去那凉州城走上一遭，捏死那2脚羊，回来正好庆祝本王坐上那妖皇之位。大人，大人，京城来人了，说是与大人您相识。熟人，顾长歌？不对，他一个程丹境，怎么有资格护送众连境的妖师？难道总司把哪位大佛请来了？走，去瞧瞧。江大人，此次总司命我前来，一是为运回那2具大妖尸首，二则是临行前，陛下托我带句话给你。哦，无妨。魏将军知晓我的身份，不必避讳。朕这几日食不甘味，寝难安息，眼瞅着年关将至，这心里却是空落落的。那丫头离家数月，也不知吃得饱不饱。若是除夕夜团圆桌上少了一人，这年夜饭朕是一口也吃不下的。若是他腊月23之前不回来，朕便亲自去陇右接他。堂堂一国之君，居然用这种近乎撒泼耍赖的法子来求我回去。算了，好不容易找回来的亲哥，理应回去陪他过个年。我知道了。既然陛下口谕待到，公事已了，我与季师妹这便启程，即刻押送龙师回宫。尤大人且慢，大人远道而来，连口热饭都没吃就要走，若是传出去，岂不让人笑话我陇右不懂待客之道？这凉州城外风沙大，夜路难行，不如歇息一晚，让我等略备薄酒，接风洗尘。拒绝吧，显得不近人情。答应吧，我实在不想跟这帮陌生人推杯换盏啊！救命！师兄，咱们一路赶得急，我的腿都快磨破了。这，师妹，公事要紧。魏将军说的在理，既然远道而来，吃顿便饭再走吧。罢了，既是盛情难却，那便叨扰了。你这把老骨头，不好好在西域等着，非要跟上来作甚？小圣王，您神威盖世，乃我西域妖庭万年难遇的天骄。只是这陇域地界明面上，还有一位半步燃灯的老道，在那荒山野灌中清修。半步燃灯，便是真燃了灯又如何？本王身负大鹏血脉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这天下之大，就没有本王去不得的地方，更没有本王杀不了的人。小上王神勇，老朽自然信得过，只是怕那老道坏了您的大事。老朽这身骨头虽不中用，好歹能替您拖住那老道片刻。届时，小圣王尽管施展手段，斩杀那人族便是。罢了，既然你想看戏，
那就跟着吧。孽畜，休得猖狂！孽畜，休得猖狂！哈哈哈哈！滚开！好快的速度！若是任由这凶魔在城中肆虐，一城百姓焉有命在？哪里走？袖离乾坤！游臣子道长，好久不见，我家妖皇陛下可是念你许久了。那是。出去看看。不好！谁杀的白蛟一族？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本王只给你们1炷香的时间，1炷香之后，若是那人还不出来，本王便屠了这凉州城，又有何妨？该死，又是种莲境妖王！我不过区区一个成丹境，面对这种怪物，真的能护住陇右吗？他是来找我的。江大人，此妖乃是金翅大鹏雕血脉，非同小可。无妨。为何？召集镇魔司弟兄，安置好百姓。大人。白海炼金刀。好胆，有点力气。不过，若是只有这点本事，今日你必死无疑。死吧！快！怎么可能？前些日子江大人力战2大种莲妖王，还毫发无损，今日一个照面，竟落入下风。就这点本事吗？哼哼！若是只有这点能耐，那今日你的人头，本王便笑纳了。我大唐国土，岂容披毛戴角的畜生猖狂？我大唐国土，岂容披毛戴角的畜生猖狂？去！米粒之珠也放芳华。真当本王是那西域山沟里爬出来的土包子不成？本王乃金翅大鹏之后，生而神明，血脉高贵，此乃我族宝序。采首山之铜，炼星辰之精，经族中长辈以真火淬炼7749日方成。莫说是你这小小种莲，便是那燃灯武圣来了，全力一击，也休想伤本王分毫。燃灯一击，亦不能伤。既知天高地厚，那便
上路吧！你怎么可能？本王这一击全力而发，灌注了大半妖元，怎么会被这蝼蚁单手接下？终于让我抓到你！你这孽！蜃楼溪，你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躲在暗处算什么本事？有种与本王来堂堂正正决一死战！这声音传不出去，是在周身3尺内回荡。修习幻术的大妖也做不到这般滴水不漏，不能留在这儿。怎么可能？万法不侵，坚不可摧。纵有千般手段，万种神通，破不开本王的防，又能奈我何？水利万物而不争，而万物莫能与之争。此方天地，我即是浪潮。我即是浪潮。七妖太甚，实在是七妖太甚啊！混天绫，树。任你巨浪滔天，在这混天绫下，也不过是瓮中之鳖。本王这小混天绫，乃是仿造上古道兵所炼。本王虽未完全炼化，但此处不过10丈之地，本王固然躲不开你的浪，可你又如何躲得开？给本王滚过来！本王把你剁成肉泥，方解心头之恨。死吧！一群蛆虫！
我可不是什么脆皮法师。什么方式？这娘们硬得离谱！这妖身上的宝甲确实棘手，但这脸可没遮没拦。别，你不能杀我！我乃金翅大鹏嫡系血脉，我有大背景，我有大造化。家母乃是蓝灯妖圣，家父更是早已闭关万载，只差临门一脚便可登楼的绝世大能。你若杀了我，后果莫说你是谁，哪怕是整个大唐也背不起。你且听好了，本宫乃大唐昭月长公主李氏嫡长，承天受命，9州4海皆是我李家疆土，漫天妖魔皆是本宫手下亡魂。莫说是你这扁毛畜生，便是你那妖圣老母登楼老父亲至，本宫亦是一拳杀之。给我击杀众连境生物，获得道行3200年。检测到未收录妖物，是否消耗道行收录？什么情况？堂堂种连境妖王给的修道竟然比一些点墨境的妖物还要少。是了，这扁毛畜生血脉高贵，只用了3000多年就修到了种连之境，难怪狂得没边。可惜啊，碰到了我。收录。成功魔影乾坤妖王，获得妖物馈赠，获得神通云城里，云城者，万里之遥也。此乃金翅大鹏一族不传之秘。但若全力施展，几个时辰，横跨1州之力绝非难事。这可是满级的跑路神技啊！这畜生给的道行虽少，但一身精气绝对磅礴。先把吞噬功法升个级，灌注万妖吞天，消耗4200年道行，万妖吞天提升至小成。万妖吞天，开！种连中境，破！怎么回事？已经过去1炷香了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尤大人，那妖呢？我家大人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方才还在这儿，忽然升起一阵诡异白雾，江大人就与那妖王一同消失了。消失了？难道是被那大妖拖入了什么绝地？完了，全完了！道长，您老人家可算来了。见过前辈。怪哉，
这金翅大鹏虽然天生极速，可速度再快，那也是遁法，而非挪移虚空。只要是遁法，便会有契机牵引，有轨迹可循。可贫道却感知不到分毫，除非它是凭空蒸发的。怎么，杀个妖而已，没见过。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不过杀这扁毛鸟确实有点麻烦，费了点手脚。那金翅大鹏绝非同境人族可以对敌，难不成这丫头身上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宝器？无量天尊，贫道游臣子见过长公主殿下。殿下，这位游臣子前辈曾经乃是纯阳宫的太上长老，30年前便辞去长老一职，回了这陇右道。若是没有前辈在此照拂，西域边陲的妖物哪敢这样安分守己？前辈高义。殿下折煞贫道了。贫道生于斯，长于斯，老了为家乡父老做点事，理所应当。倒是殿下以千金之躯，不远万里，深入险地，这般气魄手段，贫道活了数百岁，也是生平仅见。大唐有殿下，实乃社稷之福。尤大人，正好，如今又多了一具种莲境的妖师。来都来了，你顺道一并带回总司吧。他竟能斩杀这等妖王，换作是我，对上这手持重宝的种莲妖王，连全身而退的把握都不足50%。我这大唐年轻一辈第2人的名号，似乎已经名不副实了。江大人放心，此事我会如实上报总司，绝不让大人的泼天功劳被埋没。不过，既然是大人亲手斩杀此妖，这妖物身上的宝具，自何归大人所有？按这摩斯律例，斩妖所得的宝具都得上缴总司检验。这木头脑袋今天居然开窍了，暗示我直接黑下这批战利品。宝器？什么宝器？你们看见了吗？哎，俺怎么突然得了夜盲症，啥也看不清了？是急，弟兄们，回去得买2斤猪肝补眼了。无量天尊，贫道年老体衰，这眼神啊，早就不济喽。既如此，那便多谢诸位了。殿下，可是有什么不解之处？这玩意儿好是好，可这是按照那乾坤妖王的体型打造的，我穿在身上，怕是能把自己绊死。也罢，既然殿下问起，贫道便多嘴几句。所谓宝具与凡铁兵刃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其内蕴含着一缕完整的灵印之意。灵印，凡兵利器，千锤百炼，终究是死物；而人族武者或是妖族大妖，穷极一生，往往仅能承载1道灵印。若强行再点一墨，轻则神魂错乱，重则爆体而亡。宝具的珍贵便在于此，它以天材地宝为载体，封印天地灵运武者，拿上它，便等同于拥有了第2道灵印。故而，宝具亦被称为外灵印。原来如此，自带技能的顶级神装啊！难怪那乾坤妖王如此猖狂，保甲、保己，还有那红绫，这家伙跟人打架，等于比别人多带了3个大招。得亏我把他拉进蜃楼溪的小黑屋近身肉搏，没给他读屌放技能的机会。这甲胄的大小，
既已通灵，自当随心所欲。殿下只需将自身真元注入其中，沟通灵印，大如须弥，小如芥石，不过一念之间。缩。这甲唤作流金踏云甲，好名字。大荒碎星戟，好戟！配合我的万钧之力天赋。再加上化龙晶的肉身加持，这一戟砸下去，铜镜之内，谁挡得住？恭喜殿下，喜得重宝！恭喜大人，大人神威盖世，又有宝具傍身，日后定能荡平这西域群妖。为何？卑职在。城中百姓受惊。立刻带徐长风与尤大人进行安抚。是。咱家只是塌了半间土房，哪里用得着这许多？老人家，您就拿着吧，这是咱们指挥使大人的命令，说是让大伙拿着这钱，不仅要把房子修好，还得过个好年。指挥使大人，师兄，咱们真走了？我还想在凉州多玩几日。妖师事关重大，需尽早送回京城复命，耽搁不得。路途遥远，风雪在途，二位保重。多谢殿下挂怀。殿下，您不与我们一同回长安去吗？凉州初定，妖患虽除，但善后之事繁杂。我身为益州指挥使，此时离去，怕是不妥。如今已是腊月19，再过几日，便是腊月23。若是不与我们一同顺道回去，怕是赶不上日子。大人，依卑职看，如今已有3头种莲妖王，折在我陇右，妖庭短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，又有老道长暗中照拂，想必出不了什么乱子。你们先行一步，至于腊月23，到时候我自会赶回去的。赶回去？凉州到长安，中间隔着千山万水，今日再不走，哪怕骑着云伯那般妖马也赶不上，除非你是那关山境的大能，能御空而行。罢了，反正陛下的话已带到，问心无愧。既然殿下已有决断，那尤某便不再多言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殿下，保重。下，下，下。黑山雄君偶得灵光一闪，然底蕴浅薄，难以为继，请提供更多相关功法。这是缺乏素材了？以前扔点道就能推演，现在居然卡壳了。是了，我想差了。虎山神能推显出圆满刀法，是因为我为了金泥霸王刀法和虎啸镇魔刀，这黑熊我只扔给他一本混元一气功，确实是有些难为熊了。推演，若无根基，何来推演？既然缺功法，那便好办了。我现在可是大唐长公主，
这天下还有比皇室密库藏书更多的地方吗？看来这趟回京不仅是过年，还得好好搜刮一番。穿越至今，遇山须翻，遇水须渡。何曾想过有朝一日能逍遥天地？起！好一个云城万里，这般急速，天下之大，大可去得。21了，今儿个都21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？这尤无疆也是，朕明明嘱咐过他，若是孤月实在不愿意回来，也该遣人先一步传个信儿。可如今呢，音信全无，这究竟是回了还是没回？朕这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。陛下，您这是关心则乱。如今尤大人没传信，不就代表殿下愿意回来吗？依老奴看，指不定尤大人此刻正陪着殿下在回京的路上呢。护驾，快护驾！这神通太霸道了，差点飞光头撞墙上。何方宵小，敢在长安撒野？这般肆无忌惮，莫不是欺我大唐无人？怎么是你这丫头？御空而行，这等恐怖的速度，难不成你踏入关山境了？17岁的仲廉已是惊世骇俗，这就关山了？那我练了一辈子的武，岂不是修到狗身上去了？两位前辈误会了，晚辈不过是靠着灵印，借了些外力罢了，离那关山还差得远呢。好恐怖的威势！莫不是燃灯妖圣打到了朕的长安城下？究竟是何方妖孽？陛下，何事惊慌？莫非真是有妖魔攻入长安？是大喜，天大的喜事啊！是长公主殿下回来了。方才皇高祖亲自领着殿下入宫，说是方才的动静是殿下赶路太急，如今正在往这儿来呢。快撤了这些侍卫，朕要亲自去迎。陛下，您慢点，血还在老奴这儿呢。参见皇。免了，瘦了，黑了，在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吃了这么多苦，朕这做兄长的实在是……我如今已入种帘，冰肌玉骨，尘垢不染，哪里黑了？皇兄，我无碍，倒是皇兄这般赤足立于雪中，若是染了风寒……鞋呢？朕的鞋呢？陛下，鞋在这儿呢。走，回宫，咱们回家。快过年了，不知不觉来到这方天地，已有半载光阴。有时候总会怕这眼前的一切不过是黄粱一梦，
但这半年来，刀刃如切月肉的触感，生死之间的战栗，一切都是那么真实。臣女卫青，参见昭月长公主殿下，殿下千岁，千岁，千岁。起来。臣女不敢，臣女先前多有冒犯，实乃死罪。行了，你这丫头平日看着胆大包天，这会儿倒变成了鹌鹑。月初，我爹说伴君如伴虎，你是老虎的妹妹，那比老虎还凶。我以为你当了公主就要砍我的头了。我是老虎的妹妹，那你是什么？我是被老虎吃的小白兔。老爷，天寒地冻的，您这身子骨才刚好些，怎好在这风口上站着？若是染了风寒，回头殿下若是知道了，定是要怪罪老奴没伺候好您的。听说昨日那丫头回来了。老爷您放宽心。俗话说，生恩不如养恩大。殿下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等宫里的事儿了，定会第一时间回来看您的。到时候还得喊您一声爹呢。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这世间之事，若真如你所说般简单，便是好了。若是……老爷，老爷，大小姐，不是长公主殿下回府了。老爷，您听见没？殿下心里是有这个家的。走。16年，这具身体在这里生活了16年。每一块青砖都无比熟悉，可现在站在这里，怎么感觉跟进新手村的陈列馆一样？近乡情更怯，原来是这种感觉吗？爹爹。老臣江勋参见昭月长公主殿下。爹，回来就好，外头冷，快进屋坐。坐。爹，这一遭是女儿回来晚了，先前诸事缠身，未能第一时间回府探望，让您受惊了。不晚，殿下，月初你是做大事的人，能记得这个家，能记得回来看看老臣，这就够了。家里的用度可还够？身子骨可还利索？太医怎么说？够的，宫里赏赐极多，身子也都好，养养便是了。爹，您就没有什么话想对女儿说的吗？您为何下了诏狱，却死活不吐露当年的真相？罢了，我又何苦为难一个老人？这些真相秘密，对于原来的江月初来说，或许是关乎身世命运的大事，但对我而言，只要足够强大，哪怕那背后牵扯着神佛妖魔，到时候一拳轰碎便是。既如此，保重。
恭送殿下。老臣将心叩见陛下。殿下，这天禄阁第5层存的皆是种莲境以上的秘典。大派世家把功法看得比命重，皇室虽强，也不好强抢。不过，咱李家皇室几百年的家底儿，也不虚那些顶尖宗门。这是太祖皇帝所创，需龙气加持。除了陛下，旁人练了，怕是犯忌。懂了，皇帝专用皮肤，我拿了就是谋反。下一本。有没有那种能锤炼肉身的功法？殿下若非要找种莲境的横炼法，皇家秘库里便只剩这一本了。完璧不破，这名字倒是有趣。完璧不破，这名字倒是有趣。此功法并非我李家皇室传承，而是数百前镇魔族剿灭那上灵宗缴获的这本秘籍。据说修至大成，肉身强度相比于同境妖魔也不遑多让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这门功法有个极为苛刻的门槛。顾名思义，完璧不破。无论是男子亦或是女子，若想修习此功，必须保持童子之身，元阳元阴未泄，方能锁住那一身精气。一旦破身，那这一身横练功夫便如那决堤的江河，瞬间泄得干干净净。就这？殿下，您如今年方28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日后总是要招驸马的。这功法太过偏激，实在是有违人伦。殿下还是……本宫当是什么了不得的代价？原来不过如此。这功法，本宫要了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三思啊，殿下，三思啊，殿下！殿下真美，便是那传说中的广寒仙子，怕也不过如此。能不能？殿下，这可是除夕宫宴，陛下特意吩咐了，绝不能失了皇家的脸面，求殿下忍忍吧。果然，女装这种事，只有0次和无数次，又得妥协。怎么还没来？再去看看，是不是路上雪大滑了脚？还是金玉宫的奴才手脚太慢，耽搁了时辰。昭月长公主到。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。我这皇妹不仅实力恐怖，长相更是祸国殃民。见过皇兄。来了就好，快入座。开宴。你竟然
走，随朕去摘星楼。今夜，朕特意让人备了万千烟火，要这长安城为你贺岁。我要冻着了。皇兄，我不冷。朕知道你本事大，可你是朕的妹子，在朕眼里，永远都是丫头。这就是长安，我们的大唐。朕希望，这大唐的江山能永远这般繁华。朕更希望，你只要开开心心的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半载光阴，如白驹过隙。我从一介罪臣之女，到大唐长公主，从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，跃升众帘境。我已跃出寒池，升出金陵，众帘不过是个开始。关山燃灯，这世间的绝顶，我都要一一踏足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